蓝焕此时刚好跟着自家叔父蓝启仁进了宴会厅，见到自家弟弟如此高兴的样子，十分欣慰，微笑着走到两人身边，对魏婴道：“来，无限，该入座了。”听到这声无限的称呼，魏婴眨了眨眼睛，随后在蓝湛的家人身前重新变成了小白兔状。好的，谢谢蓝董。蓝焕笑：“无限，叫大哥便是。”魏婴一愣，蓝焕已经迈步领着魏婴到了座位上。于是片刻后，魏婴与蓝启仁、蓝焕、蓝湛坐在了一个桌子上吃饭，这个桌子上只有他们4人。再然后，魏婴得到了隔壁桌江城的一个白眼和江燕离的一个会心微笑。魏婴有些拘束地挠了挠头，摆出了这辈子最有礼仪的吃饭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魏婴在和欧洲皇室共进午餐。蓝湛在他耳边低声道：“不用这么拘束，你平常如何现在便如何就是。”桌子很大，魏婴在确定蓝叔父听不到他们讲话后，也轻轻在蓝湛耳边道：“等你以后去了江家，没准也是我这个样子。”蓝湛一向没有什么情绪的浅淡琉璃色眸子里溢出丝丝欣喜：“你愿意带我去江家？”魏婴瞥他：“你都带我见你叔父和兄长了，我当然也要带你去见。”蓝湛闻言有些心虚，他今天其实并没有这个想法，这得多亏自家兄长推波助澜。蓝启仁此时轻咳2声，魏婴过往听闻这位蓝叔父极其重规矩礼貌，不禁怀疑是不是自己与蓝湛交头接耳令人他不满了，于是立马正襟危坐。此时却听蓝启仁有些不自在地开口道：“那个魏同学，多加菜啊。”魏婴立时笑开：“好的，谢谢蓝先生。”蓝启仁矜持地点了点头，然后继续沉默地吃饭。魏婴觉得蓝湛家人对自己的印象和态度似乎还算不错，心里便喜滋滋的。正在这时，蓝湛给魏婴夹了1筷子菜，多吃些。魏婴立马高兴地回夹1筷子菜给蓝湛，学长多吃些。然后两人亲密无间的不断你来我往，差点崩坏了蓝焕的笑容和蓝叔父的眼睛。第2日又到了上班的日子，依旧是蓝总坐在外间办公室，魏助理坐在内间。可今日的蓝总发现魏助理工作格外认真，主要表现为工作时抬头看自家男朋友的频率下降了。蓝总犹豫了一会儿，终于忍不住站起身，走到魏助理身边视察工作，却发现魏助理在做与工作无关的事。魏婴发现蓝总的踪迹，心虚的把手上的纸往文件夹下藏了藏，最终却在蓝湛静默看着他的视线中屈服，乖乖把纸递给了蓝湛。蓝湛拿起一看：“你在写论文？学院老师让我这2日把这论文写完，写得好就发表期刊，写得一般以后就当毕业论文。”解释完举双手道：“我错了，保证以后不会了。”蓝湛低头看着自己的小男朋友，在西郊工地重建魏婴时，他以为自己聪慧非凡的魏婴遭遇困境而耽误了学业，那时他是极其惋惜和心疼的。所以当后来得知魏婴是江家2少爷时，他非但没有任何责怪魏婴隐瞒的意思，反而高兴于他的魏婴能在江家的支持下专心发展他的天赋。管理学院的老师能时时敦促一个本科学生写论文，足以证明自家魏婴的能力。而以后他会作为魏婴的另一道屏障，给魏婴顺顺利利的环境，让他只管施展自己的才能。想到此，蓝湛抬起手轻轻摸了摸魏婴柔软的发丝：“没事，写吧，给你放1个星期假。”顿了顿又道：“我让你来蓝氏是为了让你学习些东西，你以后在蓝氏做自己想做的事便是。”魏婴闻言眨巴了几下眼睛：“不罚我呀，要不扣我2天工资。”这几日与蓝湛在公司相处，魏婴明显发现自家蓝总对下属一向赏罚分明。若不是学院老师催得太急，前段时间他又因为在对蓝湛的感情中挣扎，耽误了这件事，那他也不会选择在上班时间写。魏婴不在意翘班的行为，但却不愿意破坏蓝湛在公司赏罚分明的形象。自家小男朋友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而主动讨伐，蓝湛也不想辜负了魏婴的心意。想了想，俯下身轻轻亲了亲魏婴的唇：“罚你的，魏助理。”魏婴正愣地眨了眨眼，随后笑道：“蓝总，这罚太轻了些。”说完后主动站起身，勾住蓝湛的脖颈，重重亲了上去，伸出舌尖试图攻破蓝总的牙关。蓝湛稍稍静默，随后伸手按住魏婴的后脑勺，反客为主，直亲到魏婴腿软地坐回到椅子上，也依旧未放过魏助理。一吻毕，
魏婴瘫在椅子上轻喘着，感叹道：“蓝总这罚的也太重了些。”蓝湛已有些气息不稳，不过从面上却不怎么看得出来，轻咳一声道：“我过分了些，在上班时间把自己的小助理亲出了反应，这是十分不对的。”魏婴摆手，嬉笑道：“没有没有，蓝总果然赏罚分明，给学弟我做了优良的表率。”蓝湛轻拍自家魏婴的脑袋：“写你的论文，今晚回去我检查。”魏婴瘪嘴：“学长这是不想当蓝总，想到蓝老师啦？”蓝湛认真想了想，却是回答道：“也可以。”是以在这天之后，魏助理放假1个星期，由趴在办公室实习办公变成了趴在办公室写论文。新晋蓝老师偶尔提出写作建议，并敦促魏同学认真写论文。周5下午，魏婴有事要回学校一趟。蓝湛想了想，索性开车送魏婴一起去。蓝湛3年未回过学校，两人接下来也并没有什么事要做，故而魏婴办完事情后，便与蓝湛在校园里闲逛。一路上，蓝湛随意打量着自己的母校，大部分地方都与3年前并无不同，只是他看到每一个场景都会不自觉地想起和魏婴相处的那一年。看到篮球场，蓝湛会想起魏婴赢了篮球赛时，就会冲过来拥抱他，表明上是分享喜悦，实际上却是知道自己有洁癖，故意蹭自己一身汗。走到魏婴学院的自习室旁，蓝湛便想起魏婴大一时，学校要求每日在这间自习室上晚自习，许多学姐学妹便借机在晚自习时递情书，让魏婴转交给自己。蓝湛虽然不可能答应，但是收到情书也会先打开看一看。如此有一天，却有一封信上面写着：“魏婴，我喜欢你。”情形十分明了，魏婴只是误以为这是别人让他转交的信，这才递给了自己。但当时的蓝湛却是鬼使神差地把这封信扣了下来，并未告知魏婴。也是因为这个不正常的举动，蓝湛开始察觉了自己对魏婴的心意。开始的时候，蓝湛还有些心虚惭愧，但当收到第2、第3、第4封魏婴我喜欢你后，蓝湛渐渐心无愧疚，不为所动。只是这件事，他的魏婴估计永远不会知道。漫无目的中却是逛到了学校30堂，魏婴突然驻足坏笑道：“学长，要不要回味一下30堂的川味炒饭？”魏婴深刻记得，当时他给蓝湛带饭，为了逗弄蓝湛，特地让老板多加辣，猛加辣。到现在，魏婴都怀疑自家学长怕是对这家川味炒饭有了心理阴影。这只是挑逗之言，魏婴并不想让自家学长对母校再次留下心理阴影，故而进了食堂，还是去点了2份口味清淡的包饭。两人面对面坐着，魏婴吃了几口便开始觊觎自家学长的那份。“学长，你这个看起来好好吃，给我尝尝。”